我是李张恩、吴珊珊、明月、郭琦、吴德凯，我是谢修善、庞礼。江山代有才人出，可以看到他们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要优秀很多。哦，哇，好快！救命啊！快崩溃了！这些年轻创业者产生了对这一片土地的这个深情和厚爱，这些人可以信赖。中药，打造成功。我是希望，就这次不是一个作秀，而是说他们的方案真正能够有一部分可以做一个采纳。3、2、1，一起冲锋吧！耶！请所有青年冲锋者现在前往户外前坪。走吧，我们。好嘞！看来大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在接下来的4轮商战课题中，每轮都会有资深的前辈进入营地，陪伴大家共同作战。所以，让我们热烈欢迎本轮的资深创业者，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老师。我希望这些冲锋队员是充满策略和智慧的人，就如果他们真是自己实际一手创业，那一看就能看出来。同时，也要欢迎2位助力冲锋者，1/7 AI 创始人陈宇昂，智齿创始人胡英熙女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次我们邀请李国庆老师全程参与，国庆老师特意带了2位非常优秀的助力冲锋者，他们将分别加入2位队伍，与大家共同展开第1轮的商业课题。大家好，我叫陈宇昂，然后呢，我现在正在上海创业。我现在做的呢是一个 AI 原生的一个影视工作室和一个 IP 孵化器，所以呢，更多的是用这个 AI 的这个心智生产力去生产内容，其实就是通过技术来赋能我们的内容，然后让内容变得更有传播力。对，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胡英欣，英是樱花的英，欣是温馨的欣，大家可以叫我欣欣。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深耕于大健康领域。然后我目前做的智齿品牌是一个关于中草药传承的品牌，也希望能够做一些能够为赛道升级以及未来品牌升级的一些计划。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2位助力冲锋者的加入。我们这一轮的商业课题，我希望国文老师读一下这一封信。这个紫苏姑娘写的这封信啊，紫姑娘，就我们昨天吃那个饼。致各位冲锋者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鹅伦春。冒昧致信，首先想用几分钟时间，请各位听我讲述一个关于健康、爱与坚持的故事。我叫范玲玲，乡亲们都叫我紫苏姑娘。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一份最朴素的亲情。10年前，我的姥姥生病住院，我第一次听说了紫苏籽油对心脑血管恢复的益处。姥姥出院后，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让她食用紫苏籽油。没想到，它真的带来了积极的改变。我开始探索紫苏，我发现紫苏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贝。鄂伦春紫苏籽油中的欧米伽3含量高达67%左右，远远高于其他植物油。我看清了使命，要把这份来自大兴安岭的天然宝藏带给大家。就在2024年11月，这座凝聚了无数心血的新工厂正式投产。
现在我们能生产出高品质、更多元化的紫苏产品。然而，前行之路挑战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们虽然有产品，有好初心，但作为一个从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牌子，我们面临着一品牌之声微弱，二市场之困。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展会来拓展市场，但是效果甚微。三，产品与市场适配的困惑。基于这些困难，我怀揣着最大的诚意，向各位冲锋者们寻求帮助。我们需要大家的商业智慧和经验，在品牌塑造和市场战略上为我们指点迷津。附上我的名片，期待您的回音。紫苏姑娘范玲玲。所以本轮课题是为鄂伦春金轮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一份战略行动方案。你们将分为2队，用2天的时间深入企业完成调研。明天下午4点，双方需向紫苏企业的全体员工进行汇报，最终由企业员工投票决定2队的输赢。失利的队伍将有人离开。本轮课题首先将选出2名队长，8名成员围绕着课题独立思考，形成初步的方案与设想。然后我们将向国庆老师及2位助力冲锋者们进行限时5分钟的个人陈述。国庆老师和2位助力冲锋者共同商议决定最终人选。提醒大家，我们选的是队长，不是创业者啊，不是选这个公司的总经理的啊。现在我们90分钟倒计时马上开始。你们有人特别想当吗？我想当队长，我特别想当，我想当队长。我觉得队长需要的是一个担当的能力，冲在大家前面，以及去激励每个人去相信这个目标。我觉得我对自己是蛮有信心的。谁坐第一排？我坐第一排。太牛了！好，既然弟弟想当弟弟，一定可以当的。我相信你。我帮你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分工，就是我写我个人的经历跟其他的部分，你帮我补充计划、核心策略。好呀，没问题。OK。我刚刚管那个助教把那封信要来了，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从这儿拿。哦。他讲到了他的3个困点嘛，我直接发群里啊。就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做竞合。就我们就可有竞争，但是我们其实是合作关系，就这些基础信息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分享的时候，这样呢可以降低彼此的时间成本，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式。给大家带了点水和茶叶。谁来了吗？都在呢。我带了茶和水。大师姐很缺。你要不然给那个会议室送点儿呢？老师们有杯子吗？姐，你的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明显的拒绝。我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去汇报去了，怎么这么严肃呢？感觉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我猜啊，他们这8个人可能更愿意说，提出这个规划，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对，对。还是说不，有的这种人讲的都是规划，不是他能做什么。那这个哪个是好？我其实也纠结啊。可能我觉得在整个的战略上面呢是要更全局化的，但是执行上来说，我觉得要落实到具体的步骤。这是一个层面，决定谁能当队长。第2个层面，我想问是，一马当先我来干的，还是说调动大家一起都能干？我喜欢第2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偏向于第2种。偏向第2种。对。对。一个好的 leader 一定是一个可以布局，然后不是自己去当苦力，自己去做事情。哎，你们都了解到什么信息了？就是他们是一个紫苏全产业链的企业，然后已经出口了40多个国家，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看起来是 to B 的，就是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那种模式。然后有6条产线，有537户农户跟着他们一起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弱势的其实你能看到他们 C 端的直接销售跟品牌是比较弱的。对，他们唯一打到的 IP 就是在抖音号上有个叫紫苏姑娘的那个 IP， 在整个的持续的优质的内容上，
包括跟 C 端的消费者上，包括在转化消费上，其实还相对比较弱一些。有一些渠道是依靠京蒙帮扶对口的北京，其实你整个 To B 或者这种帮扶，它整个利润会非常低。它只有把品牌做起来做 To C， 它整个的企业的效益会更好很多。我已经拿到了他们的报价单、他们的零售价格跟他们的出厂价。范玲玲的微信也看到了，我在看她朋友圈。怎么拿到的？我找朋友要的。他能找到电动车，他就能拿过来。找朋友要的，这太牛了！太牛了。OK， 我感觉我可以去了。去吧。然后稍等一下，等我5分钟啊，我帮你写几个东西。OK。那我去了。我先去讲。你去要被选上的怎么办？我想跟你一组的。你想跟我一组？对对对，所以你要是万一选上，那让我们俩分开。你已经把我规划在你的团队成员里了，是不是？对对对对。我怎么感觉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好像把我已经从你们那组中淘汰了。对，你可以这么讲，你去讲完之后，如果他真的选中你，你说我不要，我只是想证明我。我说我待定。对，我待定，我想知道我要求待定。对。明月姐，我们怎么办？我们骑马的被骑车的所淘汰了。我们赶马的，我们赶马的3个人相依为马吧。觉得大家就还是处在一种有点想谦让，暂时还没有完全进入节目状态的一个样子。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突破口，我先去搞，我们把气氛带起来，然后我们就希望每个人都来表达一番。请进。老师们好。Hello。到这边坐。谢谢。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吴珊珊。破圈文化的创始人，我们公司主要是帮企业家和创始人做创始人 IP 的。哎，我是国庆老师的师兄，我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哎，你开始了吗？开始。哎，你看珊珊自如。我之所以来的这么早，是因为在最后刚刚布置任务的时候，经过国庆老师的提醒，说我们这个环节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做出一个方案，我们是来竞选队长的。所以我揣测啊，这个答案应该是要求我们做一个领导力的展现。然后，如果我是一个领导者的话，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刘备型的领导者，就是自己能力可能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很愿意在团队当中找到更多的诸葛亮。我也想了想，我们团队当中这些创始人都很优秀，大家更擅长的点在哪里可以帮到他们。他在信中已经自己写了面临的3个困境，所以我觉得我们至少要从这3个困境直接去着手。第一个是品牌的困境，第二个是市场拓展的困境，第3个是产品的困境。那在产品上，我们团队当中有非常擅长做产品的。我举例来讲，有一个女孩叫明月，非常好，她是养了100万只鸡。他已经开始点名了。可能明月从产品的定义的角度会给紫苏姑娘一些帮助。然后另外有一个女孩叫做郭琦，她做出了一个大单品，大家可能吃过，叫做牛脆脆。所以在做食品的产业链的开发的角度，如何做出一个 To C 的好的单品，我觉得可能郭琦会给她很多的帮助。那讲完了产品，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它的市场拓展。那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包括有一个乐纯酸奶的联合创始人谢修胜，包括大信家居的创始人叫做庞李。那他们肯定是进了很多线下的这种渠道的，包括线上的电商也做得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团队有一个叫吴德堪，他可能马上就要来，应该就是下一个啊。算准了呢。好，最后就是渠道和品牌。我就补充一句啊，他的账号叫兴安岭上的紫苏姑娘，我是比较擅长做创始人 IP 的等相关的方面可以给他一些帮助和赋能。回答完毕。可以去了。他体会到可能要当队长的领导力，所以他知道按不同的业务策略来决定选什么人。第二，他还知道自己，你不能光会用人，他还想出他在某一方面强项。哎，这不对。我有一个补充，国庆师兄，我是希望第一个来，但是我希望是待定的结果，就我希望我们的小伙伴都来，你们多看一看，看看谁最适合做这个队长。我如果在任何一个团队的话，我都很愿意去帮助整个团队达成更好的。非常有格局。对，这个有格局，可以。好吧，可以。谢谢。那我先去了，我就喊人了。你看来了吧？我觉得加油！就这样。
老师好，让我就当然不能当队长，因为我觉得他比我强很多，所以说我希望他是我的组员。他比你强很多，所以他只能当组员。我是因为我的组非常需要他，我觉得，所以说他不能当队长。哦，好吧，他毕竟要分2组，没办法，总得分2组啊。好，那你的时间现在开始。是这样的，我觉得核心的3个怎么称呼你？我叫吴德堪。吴德堪，对，吴德堪。我介绍我的3个方面吧，一个是担当，一个是我怎么样发挥团队的优势，还有第3个方面是怎么样去制定核心策略。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连续创业者，我创业了10年，我在创业最低谷的时候把投资人的钱全部花完了，我自己去借钱发的工资。然后在过了7、8年之后，所有人才知道那个时候当时的公司情况是非常如履薄冰的。就这个是我在任何的困难面前，我经历过很大的失败。现在做什么的？我同时在做游戏和人工智能。游戏对，然后发挥团队优势的部分，这里写了3位，就是一个叫 Allen， 就是我觉得他是团队里的诸葛亮。每个人都点你。第2位是珊珊，因为她非常善于沟通跟控制场面。第3位是大师姐，开始选队员了。他是把我们对 out 了，好直接，好直接。他是内蒙当地人，做食品。打住，要不然一会儿 OK， 快了啊！在核心策略的部分，我是已经说服那个 Allen 帮我收集了很多关键信息，给了很多分析报告，然后报拿到了报价稿。虽然我们还没有方案，但是他已经帮我收集了很多信息，他也大概有一些。时间到。这样的关于核心层面的部分，竞选的那个时候没发挥好，没有让大家在短时间内看到我做队长的潜力，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觉得不太系统，他的方法论上不系统没事，我想赶紧有点深刻点。对，刚刚我们不是说2种类型的领导，对，他应该属于第一种，一马当先，自己先干。对，我去，我们这组，我去了啊，去，加油！姐，没办法了，我们4个成团了，他们已经选了，加油！加油！啥？御马人。对，加油加油！那我就下一个了，你下一个，你去准备，不要被我卷死啊！哎呦！加油！他 PPT 已经搞出来了。是吗？因为每个人的从业经验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从业经验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为出特色的那一面。那其实把我们为出特色的一面整理出一个适合他的方案，都是在帮他。需要投屏是吧？老师，我连个投屏，好，做一个简单的汇报。这么短时间能做 PPT 也蛮难了。做 PPT 不是我最擅长的部分，我是属于那种情愿站在台上讲死的人，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PPT 的人。那你们具体执行是谁？就你的？我的下面的所有的团队的伙伴。对呀，PPT 不是团队做吗？对呀。因为面对老师会有紧张，你的逻辑容易乱。那 PPT 是引领我不乱的一种工具，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态度。所以虽然是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但是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工具利用好。我是创业9年，一直在做数字文旅，所以我一直是聚焦于营销维度。根据我自己的从业经验跟我擅长的部分，有3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品牌声量的突破；那第2个就是市场空间的拓展；第3个就是产品形态的突破。本身就是一个农业从业者，听到这个课题的时候，老韩你还是比较有画面的。产品发展成熟度没有那么高，其实它是有一个机会做一个品牌，它有可能等于一个品类，就是大家想到这个欧米伽3或者是来自于大兴安岭，都等同于你这个品牌。明月它有很多闪光的点，就是在做农产品，做药食同源，就是经验高度复合。这个蓬蓬子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容易给人空盒饭。不系统，或者我就不是系统的人，我就某一点上我一句话能说透。对的，没错，这2个都不具备就麻烦。对，我是家居的产品，全屋定制的大家居。当时我做了6个博物馆，我想让文化文旅明确导向直营产业。庞里呢，他对博物馆情有独钟。如果品牌打造有10件事，他可能只是1/10。我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做了10年，所以可能跟于品牌和营销方面，我们这块会比较通一点。第一个呢，策略是想它将产品深化与价值升值；第2个呢，在高附加值的新品上面做一些开发。他就是实战派，更像一个执行者。老师好，我是郭琦，我是当地人，欢迎大家来到呼伦贝尔，我是我们当地庆喜节的会长。
我做了一个超级的单品，就是牛碎碎嘛。那李令可能也是同样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找到一个大的核心渠道有代表性的，然后从这个突破，就我觉得什么是品牌，主要是在老百姓的货架上能看得到的东西才叫品牌。老百姓的口碑上形成的东西才叫品牌。在产品线上，首先做一个分级，因为紫苏本身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东西，老百姓能看得到。第二就是高端人群能够看得到。然后我自己是不太擅长于做这种团队的这种组织和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团队有小伙伴，他们各有各的优势，想让他们当队长。我来做产品。哎，你不想来当队长，那你先来推荐谁当队长啊？我觉得弟弟也挺好的，就德刊他挺棒的，然后我觉得艾伦也挺棒的，他们做队长，我们配合他们就行了啊。因为玲玲在我们呼伦贝尔创业也挺有名的，女性创业比较惺惺相惜。因为我可能作为本地企业会有这种局限和一些思维的定式、路径的依赖，就我希望借助这些企业家的外脑思维来帮助他，然后我做一个辅助的角色，让别人去引领这个事情，可能有更多的火花出现。国庆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叫谢修胜。来，我们听大哥了。来，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紫苏计划。第一个，关于品牌影响力方向，我们如何的会去帮助它出圈，这个恰恰是我非常擅长的，可以参加更多的创业大赛，认识更多的农业的优秀的创业者，跟他们学习去成长。第二个，我们如何做到了口碑传播这件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紫苏油里面欧米伽3的含量70%是最核心的特点，但是这个特点不足以让用户有感知。那么我们如何翻译语言变成白话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啊。那第三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一样叫做科普，欧米伽3它的优势是什么？它对比欧米伽6、欧米伽9有什么优势？第四个就是创始人 IP 以及团队，我们有看到范玲玲的个人 IP， 看到她的视频号，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是日常生活不断的输出最朴实、最真正的这个紫苏姑娘她日常在做什么，以及去优化她全网的短视频的风格，持续的输出高密度、高价值的内容。最后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行业的知识。紫苏姑娘的紫苏油原产地在鄂伦春，鄂伦春这里有非常非常优质的环境，我们一定去帮她去尝试申请国家地理标志，把我们拿到的这些认证更加的打出去。这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应该是需要从如上的5点帮助到紫苏姑娘。谢谢各位老师。看咱们艾伦哥多沉稳。是的，优秀，佩服。你怎么这么可爱？是挺好的，人家厉害总要承认啊。你好像胸有成竹了，对帮助紫苏企业、紫苏姑娘，那你都不需要选另外那3个人团员了吧？我觉得需要1个好汉3个帮。那不能帮你什么？没提到啊。好了，不用回答了，我别给你挖坑了。好，谢谢3位老师，谢谢。信心满满，他就是那种我觉得他很有实战经验，对，也实干，对，很有能力。8位嘉宾每个人的这个个人特色都非常的明显，对，相当优秀。我找到我过去创办公司的前3号人物，能跟他们相比美的都不容易，都做不到每个人跟他们相比美。跟这几个优秀分子，谁呀？选2个，提3个人吧。提3个人，哎，每人提3个人。现在，请所有的青年冲锋者前往户外前屏等待结果发布。好 ，OK， 快，我们稍微快点好紧张。我觉得你没问题，真的，弟弟，相信我。OK。有请李国庆老师公布2位队长的最终人选。好，第一个，珊珊。珊珊我们都很欣赏她这个活跃全面，会调动人，吴珊珊队长，谢谢。好，第二个，我认为第一个珊珊，然后那个张恩，然后还有这个乐纯的谢修胜。
谢修胜剩下咱俩一一致的。我选了郭琦。哦，我们2个一样，老师。其实有一个也挺吸引我，就是四川这个做农业的明月。国旗是就目前而言，它是最适合紫苏工匠这个企业的。明月，他想怎么能够把品类占据这个品类词，因为小嘛，你又是先行者。张恩，思域转工艺确实非常其实挺难的，我觉得。对。谢福胜呢，好像没团队成员，他自己就能帮紫苏企业干出不少实际的事儿。可能珊珊和修胜表现相对会突出一些。这样的话，两个队伍的配置也比较均衡。珊珊和谢修胜，第二个谢修胜，哇，众望所归，众望所归。当我坐下准备开始做这个汇报的时候，我内心猜测，我大概率会被选上。沙漏卡的一瞬间结束了我整体的汇报，是完美的一个进度。然后从思路上大体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那我既然被选了，我就要承担起责任来，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把这个落实好，就真的要做到，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这种期待吧。好啊，今天的资深冲锋者和助力冲锋者也要加入队伍。现在请2位队长选助力冲锋者。吴珊珊，你先来选一位。我想了想，2位的业务都很好，但我跟宇阳的能力模型可能有一些接近，就做一些 IP 相关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我对于大健康这个产业是缺乏认知的。然后，紫苏是一个大健康产业的事情，所以我请求，我想要选择欣欣胡英欣作为我们的助力冲锋者。欢迎胡英欣加入吴珊珊队，陈宇昂加入谢修胜队。好，谢谢，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我们强强联合。为了公平起见，现在由谢修胜队优先选择其他队员。我们要商量一下吗？可以商量一下。对，商量一下。那我们也商量一下。我觉得我对一个就是比较优先的人群是吴奇，然后他自己主要是本地人。你跟我想的一样，而且他的线下渠道也可以补充我们。而且我比较讨巧啊，因为明天是要跟他们紫苏企业的人 brief 嘛，就是本地人还是有些情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国旗。对，希望他不要选。其实我本来是特别想选国旗的。因为他做了这个牛脆脆，但是你也有这个同样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能我们添加到我们这团队里面就不重复。明白。第3个叫做庞里，对他其实整个的思维非常缜密，他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一个军师，我觉得很需要啊。那另外2位呢？你觉得？或者是，然后还有就是第1位，你都叫他弟弟，但他有很多的想法，他其实很想做队长。那如果他们先选了国旗呢？你们选一个？我觉得其实吴德堪的落地能力可以，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落地执行上非常强。还有明月，其实在农业方面，我说我会选到国旗，我们应该把那个明月来补一下。对，那你觉得如果国旗被选走的话，我们是优先明月还是优先吴德堪呢？因为艾伦和德堪的关系还比较好，他有可能很早就选德堪。那我们就补位是德堪，如果他不选德堪，我们就把他的大将抢过来。那我们先选哪个？先选庞里。我觉得我们先选那个弟弟吧。先选庞里还是弟弟？弟弟。我觉得对方不会选弟弟，对方会选庞里。我们要抄对方的路。来，大家都商量完了，那现在先请第2队的队长谢修胜选择队员。第1位其实想选的是庞里来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需要他。好，欢迎。谢谢。我们第1个想要明月。sorry， 对不起，你可能是下一个。我们讲错了，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有农业背景的郭琦，草原大师姐。那我们的策略就换一下，选明月。换明月，对。我们想选的这位队友叫做明月。你看嘛，你把我送走了。好，我们下一位想选择的队友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想法，然后执行力很强，他叫做吴德堪。弟弟，就我俩，就我了。这很我们接下来想选的是恩恩，很希望他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好。那我就到这边。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鹏鹏，本来就想选他。谢谢。对。没有。真的，快站中间！哎呦，站中间！当人没有被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尴尬的。但是我调整状态，我会非常的快。
我觉得我的人生中很多时候都是拿到了一张逆袭牌，就是不会被看见，不会被发现，然后不会被认可。我觉得这张牌如果我打好了，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的下午要去企业实地调研，明天下午4点之前，你们的核心是制作出商业计划书，你们会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出发，共同挑战。李国庆老师在今天0点前属于修胜队伍，0点后属于珊珊队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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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苏姑娘，赢得漂亮，耶！1、2、3，一起冲锋吧，耶！走吧，吃饭走。吃饱了，需要整齐划一的回营地吗？我们回去上拿电脑什么之类的。你们都回去拿一下吧。直接从这儿走。对，从这儿走。对。欣欣，刚刚说到这个摇一摇的时候，艾伦说觉得这个产品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好。这个产品很可爱，它是往里面加了水之后摇着喝。对，做的还挺可爱的。那我觉得它加水再喝，就每一步的这个转化都会流失很多它的用户。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都能想到咱们给它做一期 AI 的视频搞营销的，就是不断的摇，在各种场合大家可以记得住。有利有弊，他可能觉得就是从消费者使用角度讲会有点繁琐。对，我们做一个就是时间线，因为我明天4点要交东西嘛，我们在这个之前分好工，然后做好时间线。是，就是时间线这个问题，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我觉得咱们可以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拿一个初稿出来。然后明天上午的时间是优化稿件，然后加上国庆老师的智慧，咱们一起把它搞一下定稿。你们觉得这个时间线行不行？咱们每个人分别说一说，觉得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哪块是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做比较详细的带落地的规划的。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可以。对，我们先每个人听一听，快速的。对企业来说，第一是降本，第二是增效嘛。怎么样他们降低成本，它提高效率的话，就是比如说哪些环节可以不用做，那可能我们比如从10个单品变成1个单品，提高了库存的周转什么的。可能我擅长去看一下整个企业的这个整个的运转环节是有哪些。多看。我觉得我们去分析一下他们现状的情况，我想去抓他们最大的痛点。我期待挖到这样的东西。我首先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投票对象是70个员工，那得民心者得天下，我觉得其实伙伴调研是拉近我们的关系，是站在他的视角做出的方案，特别重要。对，鹏鹏，你如果做调研，那可能在路上我们就要把这些问题梳理出来。对，我愿意去做市场调研，你特别适合。所以我的整体想法是，咱们在路上先把问卷搞出来。大的分工方向，我可能是希望，比如师姐你来主要拎产品项的东西。我还对它有一个期待，因为你身上是有 AI 属性的，我还是希望有些 AI 的东西。可以。欣欣，你万能选手，就是你都可以去做。我作为队长，我可能要带头一起去梳理我们去做汇报的框架，怎么让团队的每一个人在这次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价值。而且彭子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这是我自己思考是想不到的策略。所以我们分工的时候，就是彭子负责问卷调查，郭琦当然是主要看产品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弟弟的分工就是一个科技赋能的分工，然后欣欣做我们的助力冲锋者，因为他能力非常的全面，他又做产品又做营销，那他就是一个随时补位的角色。我肯定是看一些跟创始 IP 啊、营销相关的一些方向。杨庞里 ，OK 了吗 ？Hello，出发了吧？我的门还没开，我还没拿我电脑。钥匙呢？我妹妹锁了。你卡呢？卡在室友那儿。那去拿呀。他马上过来开了，要等一下。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稍微快一点。他叫了没来。那你可以过去拿，因为我们准备走了。不急这会儿吧？态度得要有。态度要有。我其实有点想去珊珊那儿。现实中我是有点害怕谢总这样的，感觉他有点严格，感觉他有点不苟言笑这种感觉啊。开了，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就分部门呗，有一部分人负责品牌和整个个人 IP，另外一部分人做产品和供应链，分开聊，效率更高。可以，走吧，6个人齐活。走。产品供应链上1号。哎，要不我来开车得了。咱俩倒班吧。行，那我们看一下资料。
哎，范总你好，我跟李国庆老师我们已经出发了，我就直接把您加到我们小组的群里面跟我的队员一起大家认识一下，谢谢。明月，你拿我手机，你操作一下，找到咱的那个小群，把紫苏姑娘加到咱的小组群里。这样子的话，在车上的2个多小时，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紫苏姑娘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哦，队长直接把紫苏姑娘拉进来了。真的？对，太牛了，紫苏姑娘都进群了。哎，是谁说是去过那家企业来着？对，你去过。那你能联系一下他们创始人吗？我有他微信，你联系他。不是那个谁，刚才那个Allen 已经找到这个人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了他们。我知道。联系了。Allen 比较擅长立刻找人，就我们面试的时候他就已经找他的微信什么。那你现在能约他吗？可以，那你现在跟他确定一下时间，我先把5点的时间。那我跟地铁站后面这辆，你们3位这边。好。他们出发多长时间了？行。其实我们路上沟通是最快的，比他们先到。他问我你们能第一组到吗？抢在他们前面，要不我来开。没事，咱不差这点时间，咱能抢回来，安全第一。我怕那个谁，我怕那个艾伦他会想办法拖住他，对，拖住他，我们根本聊不上，调查不上。我们把调查问卷的内容得先定出来。对，就是我们先确定几个方向，然后从方向里定几个问题，不要搞得太多。对，它企业规模大概是多大呀？我们这边的就是都是比较小的，应该我觉得不知他自己说应该是有4个亿的产能。觉得首先基本的情况可以问一下，加入企业多少年，然后他的年纪是多大，就是我们汇报的人群，我们这样心里就有数了，相当于。每一个信息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尤其是像经纶紫苏这种很地域性的企业，一定要实际调研去看它的痛点卡点在哪里。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个需不需要还聊？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这家公司？我这个问题还是很憋的。要的。好，我再把问题补充一下啊。加入团队的时间、你的年纪、你在的岗位、你负责的板块，你觉得公司的护城河是什么？你觉得如何突破目前企业发展的现状？这个挺好。首先我分享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汇报对象是哪些人。为什么我会去讲这句话？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如果我们这一期我们队没有赢，可能淘汰的就是我。那我是一个非常想赢的状态，所以我一定要知道我要获得谁的认可。我觉得特别好，也不是很长，你看。它就很具体嘛，最大种植基地还是产品迭代能力，增强品牌宣传。哎呦，这么完整，我觉得完美了，这个问卷就这么地，哈哈哈。本节目由边旅行边交朋友，好玩就找享梦游赞助播出。一夜好梦，充满电一起冲！本节目由梦洁高端床上用品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伴你山野任行的踏路者极光3合1冲锋衣赞助播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即将到达，天哪，我们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我们其实比另外一个队伍提前了15分钟到，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优势。也就是说，资源我们优先，对，特别棒。到了，经纶紫苏，快！我们先到，我们超过他们了，我们抢占了先机，快走！那我们先见创始人。玲玲，你在哪里？我在办公室，你们到啦？你这怎么走办公室？我下来迎你们了。好。哇，他们都进去了！那边一帮穿红衣服的。红衣服。红衣服是对方的人。对啊。嘿，看抢资源的能力也不弱嘛，竞争很激烈了。到了。不能下了，下，下吧，快，走，宇阳，
刘洋，你跟紫苏姑娘打个电话。好，我要打电话。前面的队已经插过去了。插过去了？对。你看你先跟他直接靠电话吧。好，对，告诉我们在哪里啊。哎，郭琦啊。好啊，我先找他。不接。哎，那，找到了吗？快！为啥这么跑啊？我们就是要先得到你。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是香饽饽，两拨人在找你。啊，你好，欢迎，林老师好。您好，认识了。您好。咱们先走博物馆和参观的部分。好，走。紫苏在中国种植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的时候应用也非常广。紫苏的名字是华佗取的，在华佗行医采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帮孩子，比赛吃螃蟹。之后华佗劝这些孩子说，这个螃蟹不可以这样吃，太寒凉。孩子不听，结果到了半夜开始有孩子们的叫声、哭声。他去了之后，把白天行医看到的内株紫草拿回来给这些孩子煮了水喝了。之后孩子们舒服了。其实原来紫苏的苏是舒服的舒，后来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个舒。这边呢就是解剖紫苏的各种营养。现在紫苏有226个品种，都是在4个原种的基础上有的。一株紫苏草不是同一个位置，有不同的作用。一个是紫苏，一个是紫苏子，同时列入药食同源名录，就是因为它作用不一样。就在我印象中，紫苏和薄荷叶好像长得差不多。我自己也不做饭，所以我对紫苏特别的不了解。紫苏这个东西是很有魅力的，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文化故事，老祖宗的这种精髓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鄂伦春呢是最北边能种植紫苏的位置，在北呢它就没有办法开花结籽了，基温不够了。并且呢，鄂伦春这个地方呢是一片黑土地，还有另外几个特点，其中一个是日照时间，就给我们的作物充分的营养，让它光合作用更好，造就了每一滴油里边它可以达到接近70%的阿尔法亚麻酸。亚麻酸在我们身体里方方面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走，我们上工厂。紫苏味儿闻到了。这是我们厂长杜总啊，你好，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紫苏种子，可以吃，可以。这现在就能吃？可以吃。对。它对视力和记忆力是很好的，因为 DHA 嘛。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紫苏加工企业的第2道工序。咱们2组，咱们分开。杜总，你带红色。咱们先去灌装区了。这边呢就是自动灌装。这个是12个头的自动灌装，我们一天的产能可以做3万瓶。这个主要是炒菜用是吧？这个凉拌，或者也可以直接喝。咱们从这儿去糕点厂，这边给我们做的紫苏饼，这是我们晚上吃的哦。给我们烤的紫苏饼，哇，现烤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工艺手擀来做的紫苏饼。对，我们的紫苏饼千层酥皮，里边酥子籽。5、6、7、8。我的理解，它这个应该是销售没有特别的大，所以是半人工的。对，半自动化。这边会更香。哇！我们这个面包是给校餐准备的。这里加了多少紫苏籽儿？实际上只有3%左右，只能放到3%左右，再多了它就筋性不行了。明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像这个紫苏丸定位可以是健康零食，形态上可能有一点点吃亏。实际上我最近也是在找各种的思路，怎么能让大家吃起来更爱吃，什么形态更好，我也在想。对。我们一直难于我们推广不出去。我们销售现在只能是卖我们现在产能的1/10。一会儿如果有机会，能不能我们会议室再单独聊一下？好了，咱们上我办公室。好。当我们到达了紫苏姑娘的工厂以后，
那么我这样优势我应该怎么来去做？我们要把 CEO 更有精力的时间给占下来。这6台压榨机就是最原始的物理压榨。那目前的产能是大概多少？我日加工能力这就是说2吨的紫苏。2吨。这就是榨出来紫苏籽的紫苏饽。这个可以提，就说蛋白肽，也可以做成紫苏粉，添加到糕点里面。我现在就说报个项目，就是要把它打成粉之后，做成茶。这里面还含有15%的油，还有油。我们自己也把它用在糕点上，做那紫苏面包啊。现在就是紫苏，刚才像我说，它是被严重一种低估的一种就是产品。走，我看看这边啊。那你们先进去，看你了。我下次再来学习。肩负着一个最大的使命，能够尽可能的采访到更多一线的伙伴们，了解他们心中对这个企业的声音。您好，您好，我看您的桌上一定是有研发中心的领导。您好，您好，您好啊！我叫小鹏，是这一次来咱们鄂伦春来咱们企业学习的。您现在目前负责是哪个板块呀？负责质量控制这一块。人资行政这块。OK。我是化验员。化验员，您现在负责是我们的财务岗位。对，这块打包发货。物流 OK。我是糕点车间。糕点车间。我主要是负责我们所有的问卷调查的收集，能够深入到一线去了解这个企业真正在员工层次中这家公司的问题。您觉得咱们公司最大的护城河是哪个板块？我首先是大体的那个自身硬嘛，我们的产品得是核心力，主要是产品足够硬，对，加上范总经营管理这一块很到位。是的，可能是我们的产地优势吧。产地优势 OK， 明白。肯定是品质啊，质量啊，还是咱们的品质质量。那您觉得我们公司为什么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着首先是范总的初心，范总的初心，他对那个紫苏这个行业的执着。因为我们一定是从消费者身上和员工身上和创始人上3个维度去做调研，才能判断我们怎么去帮这个企业解决问题。那第二个呢，我们是会知道这个企业的魂是因为什么产生，为什么这个企业能够坚持在这个社会上。那么我们想要了解一线员工的声音，这样子会比你走马观花的问一个问题要来得真实。我们去找范总，然后去食堂吃饭。就我们一桌啊？人呢？他们吃完了吗？范总呢？主要是范总人呢？我们先做吧。对，先做，然后自己打饭。对，咱们做。其实您的产品已经蛮丰富的，我觉得从零食到日常佐餐，就是想着办法怎么样能卖出去。其实是，这个是紫苏叶，把紫苏叶子灌到小青柑里。喝点水。董事长传下那个油嘞，这个，有，谢谢老师，谢谢，来，谢谢您，谢谢。这个可以尝尝我们的紫苏饼，这个紫苏饼是我想要把它打造成鄂伦春的特色饼，手信哈，地区手信。这个是直接喝的油。对，这不就你要的吗？这就是你要的效果。直接喝的油。我第一次直接喝油。对，那深海鱼油也是油。哎，来，比橄榄油要香多了，可惜它不能做菜。在原料端也有各种有机的这种资质。我现在有4国有机。那就到头了。对，到头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可能会是你们的第2大爆品，接下来的，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吃黑芝麻，家里人也在吃无糖的，无糖的黑芝麻丸是非常大的爆品。你们这个卖点，我觉得真的是比它好太多。就是有一点痛点，紫苏没人认识。你一说紫苏丸，大家不知道；你说黑芝麻丸，大家知道。是的，是的。他给黑芝麻丸比，这个跟鱼油比，就是找到一个对标的品类。比如说它就是植物鱼油，它就是绿色鱼油，它就是地上鱼油，它已经被人教育过了，你就打着一个点。团队里面作为一个队长的话，那么其实我选择了在他们的背后做好一个支持者。我希望我的队友能有更多的参与，能更多的去做他们自己认为擅长的事情。就是
为什么我会有品牌呢？我原来卖豆子的时候，是我到超市里边找，只要这个产品用了我们原料的赤豆子，你就能联系他，他就能用我原料。可是我去上超市里边找，全找遍了都没有用紫苏的，我都不知道他往哪卖，我就没办法，只能自己出产品。你自己出的产品，你没有个牌子都不行，所以就后来又有了牌子。就是您一开始没想做产品，我就想要把原料卖了就行，这就是我想的。但后来我觉得也没人要，完就连着一个一个的你就来吧，往前来。其实今天刚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有一点就特别的触动我，就是说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故事。那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就因为我觉得，因为在现在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尤其科技赋能了很多内容的这种生成，它其实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个人的这种超级 IP。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像生成式 AI， 它可以把它做成国漫、动漫类的这样一个 IP。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您的故事可拓展性非常非常多。然后您刚刚一直在说帮助别人，您最早给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您在说华佗，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以一些比较轻松、年轻人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您的故事。其实现在的这主力消费群体，其实也已经不是我们了，就是00后，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喜欢国产的东西，包括他们非常欣赏，就是说现在中国能生产出来的一些 IP。可能我的思维之前是固化的。你没说之前，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一直我的执念里边，我就认为现在最缺的就是老年人。也注意啊，现在年轻人对功能性饮品、功能性食品特重视，特别重视。像是这个薏米水，你看淘宝说的功能性饮料，可现在就是年轻人养生，对，这个思路是好的。就 strategy。还得就是企业的战略，就是你用户定位，然后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如果你来回摇摆你的 S， 你的定位，就最后事倍功半。喂，范总，哎，国旗啊，国旗来急了，国旗急了，什么时候时间留给我们？咱们还有多长时间能完事儿？ 1个2小时吧。不行，过1个小时，他们还要讲1个小时。其实我们那天很吃亏的是，就是艾伦已经把玲玲预定了。我是很着急，因为我们对其他的人很想知道创始人的想法是什么，战略是什么，他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你现在状态，你7点44你已经聊了将近3个小时了，所以你就先歇会儿，跟我们吃个饭，然后我们简单聊一会儿。如果他们想聊呢，他们等在我们后面。还有饭吃啊。对，我们食堂准备了饭。不，那我们这样嘛，我们一起吃，然后您聊的时候，我们跟您的企划和对你跟他们一桌，我跟他们跟可以没问题，听您的没问题。给他们可以没问题。对，这样再给他们10多分钟，把他现在的话题结束。好，拜拜。老师是这样，我觉得资源链接是一块儿哈，像您说的这些，包括像国庆老师说的这些资源，其实包括国庆老师或者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帮您去来链接。对我大概有一些思路，回头我单独跟您来去沟通。谢谢。对，好。那咱们吃饭去啊。好。咱们吃员工餐吧。我们就是你员工妮儿。哎呀，可贵。对，明天要给你汇报。谢谢。走，吃饭。对，要去吃饼了。对，尝尝我们酥子饼，好香。我来了。哎呀，玲玲姐，你总算来了。杜总啊，快来，你陪大家吃饭啊。好。那老师，我就另外一个团队啊。好，辛苦啦。没事，老师们慢慢吃啊。老师再见。拜拜。走。跟他们聊了1个小时在办公室。我们是吧？对，我觉得基本上信息相对是基本上知道了。第2天下午4点钟可能就要去做这个汇报，时间来不及，得赶紧吃完回去开会。咱们怎么样了？他们那儿没完，咱们得一起走是吧？不用吧？不用的。我们回去还得开个会呢。现在已经9点了，我们回去就12点。对。走吧。好，我们走。我们可以走了。对。走，队长。带队。好，没问题。
他们我估计还得要1个小时。他肯定得要。我们今天真的占尽优势，我感觉。开局很关键，开局很关键，关键的开局。因为咱们有先发优势，跟创始人已经聊完了，然后我们还比他们多休息1个小时，应该是。他们还得聊，人家也得聊。是，这边快请了。来，请进，快请进！出门就能看见工厂。对我只要一来，我就先走一圈，看看他们什么情况。谢谢。快坐，快坐。来，对，然后所以我们要不从现场的一些感受到的一些困惑开始聊起。我觉得我们跟范总交流的方式和在明天汇报的时候，并不一定会完全用到。但是我们作为创始人这个角色，见到范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想要交流的地方。比如我先抛砖引玉，问一下，就我来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咱们是有子品牌很多的。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是有点依托像平台和渠道的这种关系，就是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前面这2个品牌是我自己弄的，后边的品牌呢是没有办法弄的。原因是当你做某一个渠道的时候，那这个渠道方就不想要你那个渠道方也有的货，互相之间他就不希望他都有一个品牌。是的。对，我们能了解一下，比如现在在您这儿订货最多的平台大概是？私域都是私域，这确实这个客户渠道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其实说实话，我现在不能把所有原料收回来，是因为我卖不出去。我控原料控得非常好。明白了，欣欣，你今天看了之后什么感受？有没有想跟范总交流的？因为我刚刚有听我们那个厂长聊嘛，就是我们其实在北纬50度的这个是亚麻酸含量最高的一个纬度，就是在这个纬度里，我们家的这个产值产能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水平？我是唯一。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护城河了，这个相当于非常护城河，原料对达成了一个壁垒。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就是我个人认为，那其实我们可以不要拘泥于一个品牌，我觉得其实它更多的可以把紫苏这个东西，对，是品类，它是紫苏这个品类的代言人，对，它不一定是代言人，紫苏啥都行，对，但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讲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可能珊珊这边更擅长，是，然后我们再去反推到品类的底。因为我讲一个品牌故事，其实更多的现在消费者知道我在卖货，知道我在营销。如果我反过来，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我在推广我的地理产品，我在推广真的好的东西。是。那同时，那更好的紫苏在鄂伦春，加上政策、地理、文化优势结合起来，让大家知道鄂伦春伴手礼就是紫苏，那紫苏就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占据了品类的第一。那其实我们工厂的效益已经达到很高了，这样会相对容易很多。对，对，而且我觉得，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非常需要营销拉得更满，就是对，当然，这样我们营销的角度就打开了。是的，是的，产业链的问题，就紫苏产业链。同频的人就像履历，很多事情我都是会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去看，就是千万不要急于当下的数量，让更多的也是大家把自己擅长的部分发挥出来、挖掘出来，然后再往一处使。对，我有2个想请教一下跟交流一下。就是我今天呢是做了一个小的问卷调查，采访了15位伙伴。我发现15位伙伴中呢，各个问题其实都不统一，但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是统一，就是你们为什么留在这家公司？15个人统一答案都是说因为范总的个人魅力。那我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刚才您提到了一嘴，他说那大家都需要我企业大了会怎么办？其实我其实可以直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我们企业也是因为我自己做私域发家，如何让企业大了以后，如果要把我自己做轻松，但把我的爱给传递出去，那么就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变成我们的消费者们，用户才是我们今天唯一保住我们金饭碗的人，我们不要干自己砸饭碗的事。对，太对了。其实他说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语言调整为我们直接 to C，我直接就是对消费者，而不是说对渠道。其实这样慢慢做下来，品牌是会逐渐强势的，对，也就会慢慢的不需要再那么的去依靠渠道。是。对。我补充一下，你知道我们今天去糕点车间参观的时候，咱们企业是给一些中小学做它的餐包的。对。你像我们湖南本地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做糕点，他专门把自己的生产空间开放给到了所有的长沙市啊、湖南省的研学基地，结果他研学的收入可以占到营收的20%。
而且像咱们又是龙头标杆企业，我觉得是很好去争取到的资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跟旅行的融合，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是带有地标性产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鄂伦春的礼物必须扣上我紫苏2个字。就好像我带给今天所有我们几位嘉宾的是我们湖南的茶颜悦色，它就是贴上了城市标签。所以这只是我个人今天一个小小的想法。谢谢，太好。长沙的文旅和产品结合的超级好，包括他们那种商业的那种服务印象都特别好。回头发给范总。好，跟他们也非常去学习。对，我跟他们也非常熟。太好了，谢谢。是不是我们讨论一下啊？在策略上，我们应该也是一边怎么好维护好私域，然后以一定更高的效率去扩展私域的渠道，然后更多的也是花更多精力在公域上去扩展自己的粉丝和用户。就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对吗？是。好，对，好。挺好的。对，今天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完我还觉得我挺幸运的，我还感恩能遇到大家。我觉得真的能碰到一起，能坐到一起，完你们还愿意来帮助我，所以要谢谢大家啊，辛苦了。因为玲玲在我们呼伦贝尔创业也挺有名的，我觉得终于有一个团队、一个节目组过来帮她了。因为我可能作为本地企业会有这种局限和一些思维的定势、路径的依赖，然后也希望能把这个事儿真正给她一些可以落地的东西，可以扶上马送一程给她。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地区真的是特别偏远，然后又真的很不容易，人才也很少。员工在这里说，我觉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已经成了，向心力特别强。对，我觉得玲玲做到了这一点。就大家都很认可这个人的努力，就是我觉得剩下就是大家给一点点助力，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了。对，指定能行，指定能行。以后我们明天的汇报标题有了，指定行，指定行。那我们合个影吧。可以啊，差不多了，来，开心，来。3、2、1 ，OK。谢谢，辛苦了。范总，我们走啦！慢点，明天见。回来了，我们直接去会议室吧。走，没我事儿了。老师早点休息。好。拜拜。拜拜。我们真的是很有契约精神，刚好12点。咱们今晚要完成哪些任务，队长？我觉得今晚最重要是梳理，梳理完了之后的话，我们今天早点休息。对，这是最重要的。太 nice 了，你就是我们最棒的队长。当我们到达了紫苏姑娘的工厂以后，紫苏姑娘先跟我的团队沟通，我们先回到了营地，所以说其实我们占了优势，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完美的一个进度。我觉得是这样，队长，就是我们应该先分工，然后每个人聚集在想他那一趴怎么弄。可以。我们的 PPT 结构是什么？对，要先把这个结构框架理出来。我觉得我们可能只需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是有很多的素材跟材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来去整理一下，可能大家来去预估一下，这第一件事情。基于我们今天整个了解的过程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让苏姑娘来去提供给我们的素材或者材料，我们主动的汇总一下，找她开口来要，好吧？我觉得这2件事情，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示意来去补充一下。分工，我觉得还是分工，对，我们把那个总体的这个汇报的框架写一下。对，说一说吧。如果是当天不熬夜做的话，当天晚上要把策略定清楚，是应该把实质性的方案花更多时间，大家去碰撞讨论，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比如用4P 的这个框架去讲，对吧？那可能就是说公司现状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今天的信里不是写了3个问题吗？3个痛点吗？那我们就可以逐一的去回答。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是让他们要有参与感。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调研这一些其他的员工。我觉得恩这个跟我真的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其实特别想做的，我非常建议的就是说一定要去共情。我想表达这个不矛盾。其实我们刚才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就是一个事儿，怎么拉近和他们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事情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在今天晚上花特别多的时间。2个事情，一个呢，咱们给框架确定了，第二个给工分了。这2个今天晚上比较先定了，是吧？其实每个环节都可以拉进去。对，我们的队长他的领导力跟对方的这个红队的领导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2个风格。他希望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就是他效率太低了。谢谢，安全把我们送回来。你们俩有没有精力？咱们快速开一个会议，然后我们定一下结构，好不好？走吧，那我们去吧。我们问问国庆老师在哪里，好不好？Hello。红队队员李国庆，你好。你好。国庆老师，我们回来了。哎，国庆老师辛苦。我在会议室等你们呀。太好了，我们马上到。我们马上到。好，不急。我们控制时间，跟那个国庆老师简单寒暄一下，然后我们把分工定好。好，因为有的人可能习惯熬夜做东西，有的可能习惯早起做东西，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交付就好了。我已经为我们组创造了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前提。什么前提？我把 PPT 模板做完了。哇！做的叫做来自鄂伦春森林的礼物。我们给你的分工就是让。什么？他刚刚说鄂伦春来自鄂伦春森林的礼物。我们做的是我们带给鄂伦春的5份礼物。我们可以这样，就是我们团队虽然没有那边团队人数多，但是我每个人给这个企业准备了1份礼物。那我们标题就叫，我们就简单，红队给紫苏姑娘的5个礼物。那一样，那就主题一模一样了。绝了，真的绝了！我们不愧是一个 team 的人。完美了，太完美了！我们竟然没有沟通的心有灵犀。对，没有沟通，简直了。那我们沟通效率会很高一会儿。国庆老师好。我们想的，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们先15分钟，今天晚上就结束，好不好？我们就开一个小会。好。我们想请欣欣子来给大家 brief 一下咱们明天做汇报的一些结构，然后咱们在这结构的基础之上认领自己的分工，然后国庆老师也帮我们听把关。好。觉得就简单说，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分工很明确了，已经。大师姐对于产品项的内容，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们提炼一下，然后线下的渠道上也希望你能给一些意见。珊珊是明天的主讲人，同时他会做一些关于企业文化以及煽情项的东西。然后鹏鹏子这边你要把产品的定位做出来，德康 AI 视频数据分析。OK。然后我这部分的话，可能更多的从线上的这个渠道推广，我会去大概的做一个欣欣是这个团队的智囊大脑，他能够快速的梳理我们去做汇报的框架，把控我们的节奏。我觉得整体就是这样。然后我希望就是明天11点之前，我们把自己那部分交付了。好，休息了。国庆老师晚安。晚安。Yes。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框架到底怎么制定？我们回来以后讨论的时间还是蛮久的，大家已经很疲惫了。我个人整个脑子已经转不动了。谢。写了，先写了。还是打起精神写框架。干！开干！非常简单的采访。我是明月，今天代表的是白队。我现在只收到5的。德康的给到了吗？我没给到。大师姐呢？做了 PPT 吗？没做。那你们刚刚在干嘛？昨晚在干嘛？对，这个在前面。然后插入。我发你了，你把它插进去。OK 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企业战略行动方案汇报。我已经听到了胜利的声音。看吧。失利的队伍将有人离开。
看节目花絮，上视频号搜索企业代际传承智库合众富。